婉清，我要回悦城了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总不能让我白等这10年吧？以后，我还是你的光耀哥哥。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谢谢。再见，婉清。放心吧。没事吧？那边有人盯着，我们离开这儿。但我们去哪儿啊？现在，这些探子肯定会把我们的位置报给徐伯爵。闵大城藏身的地方有危险，我们得转移他。走吧。一个人在这儿喝酒，不无聊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陪你喝酒啊。不用，我只想一个人喝酒，不想说话。那你就不用说话，听着就行。这是我的杯子。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酒，自己伤心难过的要死，他知道吗？他正春风得意，抱得美人归呢。你这样做值得吗？谁说我难过？我怎么会难过呢？我是高兴。我替他们高兴，我替我小叔叔高兴。你别自欺欺人了，你和谭玄莲不可能，你该死心了。那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去哪儿了？你扇我巴掌时候的威风去哪儿了？我认识的顾月霜，从来不会把男人放在眼里，更不会为了一个男人在这里买醉。一个男人，他是我的恩人，
没有他10岁那年我就死了。他不是一个男人而已，他是我生命里的光。我也可以是你生命里的光。你忘了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我不想和你只做朋友。我喜欢你，你明白吗？你喜欢我什么？对不起。你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有视若珍宝的人。兄弟们这几天辛苦了啊！今天我请客，百乐门好好玩玩。好！老夫，你带几个兄弟在这留守，让其他人跟我走。放心吧，这里交给我。走！其他人跟我走。兄弟们，今天都给我好好玩玩，吃喝都算我的，啊！但是有一样啊，不能给我瞎搞。谢司令，走，走，抬上去。都没来我。来吧，婉清，我们喝一杯。别紧张，有你男人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我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你不理我。你又不正经。都准备好了，来吧，我的穆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怎么不早告诉我要跳舞啊？现在说也不迟啊，来。你说你一直在带兵打仗，那你怎么会跳舞啊？唉，这也是没办法呀。这几年不光要打仗，还要搞交际，就陪那些阔太太们跳跳舞、打打牌什么的，很辛苦的。歪门邪道，怪不得你那么油嘴滑舌。我骗你的，你还真信？那你听好了，以后有我在呢，
你不用替谁打仗，你也不要去求谁给你出钱。我和整个穆家都是你的后盾。那就是你养我了？当然啦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穆小姐就是我谭玄林的人了。好。来人！快点给老子救火！救火！快！救火！水！快点！快！快点！快点！快！灭火呀！快呀！快！行了，兄弟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给我好好玩。走。干嘛还出这个风头啊？盯着你的人还不够？我就是想要在舞会上比徐光耀出的风头大，我就是要盖过他。以后啊，谁再提起穆家大小姐，不会再想起穆家舞会，只会想起百乐门。没想到不仅无赖，还幼稚。房子是空的。是，我们搜了每一个房间，没有发现任何关押的犯人。督军，你说谭玄林是不是知道我们提前派了人跟着他，所以他提早做了防范？对，这就说明他藏的人不想让我知道，没准就是闵大成。谭玄林现在还在百乐门吗？还在，我们的人一直盯着呢，他的士兵也没有出来。你向巡抚帮举报，就说百乐门进了革命党，派警察去搜。你派人盯着警察，弄清楚闵大成在不在里面。是，去吧。徐副官，什么情况啊？让你亲自来查。谭司令，穆小姐，二位可真是够有雅兴的。我们刚刚接到举报，说百乐门里混进了革命党，巡捕房正在搜查。
若真是属实，那可就是谭司令玩忽职守了。哟，这还没搜到证据呢，就这么快给我定罪名了？没有最好。谭司令是督军的门生，还是谨言慎行为好啊。好，谢谢副官的提醒。没搜到，都搜仔细了吗？是，都搜仔细了，连女士洗手间都搜了，没有发现闵大成。他到底把人藏哪儿了？是啊，我也纳闷呢。晚上除了百乐门，谭玄林哪儿都没去，难不成一个大活人就能凭空蒸发了不成？多派些人手，盯紧谭玄林身边所有的人，不要让他们离开你们的视线。是。督军，如果谭玄林真的藏了闵大成，那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可能跟过去的事情有关。司令，四小姐到了。松开。二哥，你叫我来干什么呀？站着！你老凶我干什么？你现在正情场得意，还有时间管我？我告诉你啊，这穆姐姐还没答应跟你定亲呢。这万一你不给我好好看住了，这有人挖墙脚，穆姐姐跟别人跑，看你怎么办。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，你老实交代，去理查饭店干嘛？我还能干什么？见到裴少军了吗？没有，他早就走了。什么时候走的？二哥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说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昨天一早上，我问那个姓苏的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早就回北京了，连那个徐光耀的喜酒都没喝。切！当然了，即使他不走，只要有二哥在，他这个喜酒也是喝不成的。你现在人在这儿，心都飞到北京去了吧？想不想去北京？想。白人了。司令，婉清小姐到了。婉清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穆公馆门口都被记者给堵了，谭四带了好几个兵才把我接出来。那不比上次你和徐光耀跳舞轰动多了吗？还不是拜你所赐，还嬉皮笑脸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们总算是能光明正大的出双入对了。我做梦都要笑出声了。我的谭司令，谁笑到最后，谁才是赢家。来。但是呢，想要笑到最后，就得陪我去趟北京。去北京干嘛？
你们有事儿吗？那我们就在门口，谭司令有需要随时吩咐我们。好。这2个都是徐伯君派来的吧？没错。那卷胶片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？放心，我们家司令大人从来都是运筹帷幄。你先在这里住下，小心伤口沾到水。难道你想进屋藏娇吗？等我办完了手头的事，就送你回上海。我不回去，我好不容易从我哥眼皮子底下溜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觉得北京挺好的，我就要留在北京，我哪儿都不想去，我要留下来陪你。你这样做会惹人非议的。我不怕，我是在这儿遇到你的，也是来这儿投奔你的，所以北京呢，就是我的福地。我哪儿都不去。潘小姐，其实你并不了解我，你这样做太莽撞了。你可以让我留在北京，慢慢了解你吗？报告。少帅，督军让你马上回督军府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长得还挺好看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自恋。哎，刚刚那2个人来翻了一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。你到底把胶片放哪儿了？你猜？箱子夹层。箱子夹层连你都能发现，我有这么蠢吗？什么叫做连我都能发现？未必你比我聪明啊。对啊，当初你拿了我的布防图，把你都赔给我了，你说谁聪明啊？那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这样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一个奖励；如果你猜错，那就得给我一个。督军，谭小姐到了。谭小姐，
请。谭小姐，幕府的舞会上我见过你。裴伯父，你也比我上次见您更精神了。哦，您和裴公子站在一起，不像父子，就像是兄弟。哈哈哈哈哈！小丫头，嘴巴真甜。因为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，所以这说话一时没大没小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不介意，不介意。来来来，坐。我还是跟裴公子站一起吧，毕竟都是小辈，哪敢在德高望重的您面前造次。你这个小丫头还挺懂规矩的。物以类聚嘛，不懂规矩，不懂事儿，怎么跟裴公子做朋友啊？好，性子爽快，不扭捏，对老子的脾气。哎，谭司令最近可好啊？不太好，我哥和穆小姐传出绯闻，得罪了徐督军，被徐督军监视起来了。哦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哥现在春风得意，马上就要成为穆家的乘龙快婿了，但其实他现在就跟火烤一样，走错一步，都有可能换来灭顶之灾。这么说来，谭司令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哟。我哥他就是一死心眼儿，非得在督军府的眼皮子底下卑微的讨生活，他还拿督军府看着他那一套看着我。这还好我机灵，跑到北京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小丫头倒是不犯怵啊。跟伯父说说，跑北京来干什么？我想追您儿子。谭小姐，我这个儿子呀，性子可冷得很，多少世家千金追他都碰了壁。你一个马匪窝里出生的野丫头，也想追他，我都替你犯愁。我知道我是马匪窝里出来的，门第低，可是这穆桂英也是土匪窝里出来的呀。照样和杨宗保传出了一段佳话。我哥怎么着也算是上海司令，您好歹给我一次机会呗。穆桂英能挂帅出征，你能干什么呀？我呀，我给您准备了份大礼。哦。这是什么呀？当年穆家大少爷穆远航死亡的真相。你怎么可以让四小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哎，她精明得很，这种瞒天过海、暗度陈仓的事儿，她习惯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我的那个奖励是不是应该兑现了？什么奖励啊？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要给我什么奖励？你赢了呀！你这不是无赖吗？这是公平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之前盯四小姐那么紧，她去找裴少君，你死活不准。现在她要去北京，你倒是准了。那徐伯钧盯我盯得那么紧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如果是你，有办法吗？亏得四小姐愿意帮你的忙。她，她巴不得去北京去见裴少君。真是亲兄妹都爱折腾。我们不是爱折腾，我是他唯一的哥哥。如果我把他养在深闺之中，不让他经历任何的风雨，那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世道人心。所以，想让他平安一世，必须让他见识见识，知道审时度势。
你是个好哥哥。真是我的好老婆，都知道心疼小姑子了。谁要嫁给你了？哎，不是，那亲都亲了，报纸也上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可没人要你了，啊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看见报纸就赶紧跑来了，怕你又一个人去喝酒，摔倒了都没有人扶。哎，疼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那天受了点小伤。不好意思啊，那天谢谢你。那你准备怎么答谢我？要不咱俩去吃顿饭，伤也能好得快一些。又胡说。那你答谢我总该有点诚意吧？不能光嘴上说说吧？啊？好吧，没问题。晚上我请你吃西餐。谭玄灵这事儿办得真不地道。我要是他，有你这么个大美人爱我肯定不舍得让你有一丝丝的伤心。不怪他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和他说过我喜欢他。你没告诉他？有些事不必非得说出口。我10岁那年就跟他了，在战场上同吃同住。他要是对我存了半点心思，我早就是他的人了。我真羡慕他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，他对我没那个意思。他看我的眼神，和看穆小姐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你看我看你的眼神，是不是和谭玄灵看穆小姐的眼神一样呢？他的眼睛我从来都看不透，但是你的，我一眼就看穿了。看穿什么？自诩风流，实则纨绔。你误会我了。你看看这个，你见过哪个纨绔子弟戴的是这种土作坊打的银坠子？这是我娘的衣物。我娘戏子出身，是我爹收的偏房。打小起，我就和我娘住在督军府后面的院子里。只要我去前院，就会被正房的兄弟们打，他们还口口声声叫我小戏子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13岁我就去了保定军校，为的就是离开这个冰冷的家和那些折辱我的人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。这个坠子
是我娘留给我的。她临终前塞到我手里说：“督军府的日子就像一场大梦，下辈子还是想做个江湖人士，别在这深宅大院里受罪。”不说这些陈年旧事了，省得你更心烦。我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开心的。原来你不是没心没肺呀，你只是把什么都藏心里了。生活已经很艰难了，没心没肺一点，日子还能好过些。来，敬没心没肺的日子。好。敬没心没肺的我们。你刚刚说是敬没心没肺的是什么？我们啊。我们？你眼里终于有我了。你好烦啊！快喝。少帅呢？在那儿呢。少帅，谁让你拿这些报纸给少帅的啊？真没眼色！是少帅说想看看上海的报纸，拿走。你以后不要再拿这些消息烦少帅。是。走啊！少帅，没事，不怪他们，是我自己要看的。您这又是何苦呢？只要知道他过得好，我就放心了。立正。裴督军，你能亲自前来迎接，谭某倍感荣幸。谭司令，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上海王，难得陪幕府监军北上来京，我裴某当然要尽到地主之谊了。督军，我此次前来呢，是为了带舍妹回去。这个丫头私自跑出去，给您添了不少麻烦。我这个当哥的，真的是羞愧万分。麻烦谈不上。谭小姐性格活泼、爽快，与我老裴很是投缘。我们俩现在已是忘年交了啊！谭司令、穆小姐，督军府内早已备下薄酒，专为二位接风洗尘，请，请。裴伯父，请。你看这丫头，二哥，行啊，马屁拍得挺响啊。这可是我未来公爹，我不得好好巴结巴结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办完，立马给我回去。这又不是你的地盘，我回不回去，你说的不算。臭！好了，去吧。
你们去督军府附近盯紧谭玄林，我去给徐副官派电报，有事我们悦城会馆碰头。好。哎，小四，怎么没看见你那心心念念的裴少君啊？哎，你可别提了，他把裴督军给惹了，现在被关了禁闭。他都被他爹关禁闭了，你倒是在裴军面前混得风生水起，厉害啊！那可不，你还不了解你妹妹吗？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我想讨好的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哼，年纪不大，本事不小啊。二哥，那我可没您老奸巨猾，连上海第1千金都能骗到手，厉害！嫂子，回去收拾。我告诉你，二哥，我现在可是有嫂子的人了，你要是再敢打我，我就让我嫂子收拾你。嫂子，我二哥怎么把你骗到手的？你不该问的别问啊。这是谭司令上任之后头一回来北京，高兴，喝酒，来，大家伙共同举杯。裴督军盛情，谭某确知不恭了。请。穆小姐，你和谭司令的事情，裴某早有耳闻。美人配英雄，可喜可贺。谢谢裴督军，我和谭司令在上海还小心翼翼，我们的关系登报以来，您是第一个祝福我们的。应该的，男女之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只要你俩高兴，天王老子都管不着。徐伯钧这个老贼想利用权势逼你就范，这是他理亏。我裴某人虽然是个粗人，却也见不得这种棒打鸳鸯的下作手段。裴督军，既然您不愿意棒打鸳鸯，那我跟您儿子裴公子这事儿……小四，嘴闭上。哎呀，裴督军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丫头啊，从小就欠管教。哥，如果都有冒犯，我替她给您道歉了。哪儿的话，不足挂齿。我没冒犯，裴伯父挺喜欢我的。说的一点儿都不错。我很喜欢她，这个小丫头还真是让人疼。这千里迢迢的到北京来看我，还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份见面礼。裴督军，单独聊聊。好，左参谋，招呼大家喝酒啊！穆小姐，先失陪。请，请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裴督军正在和客人谈要紧的事儿，我来给裴公子送饭。你要是不让我进去，我回去打扰了裴督军的大事，他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裴公子，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，可香了，你尝尝。我不饿。我们都酒过3巡了，你被关了1天禁闭，怎么可能不饿？你别跟我客气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尝尝，你要是喜欢吃的话，我以后天天给你做，好吧？不必了，演了这么久的戏，
也是难为你了。谁演戏了呀？你处心积虑地接近我，不就是为了替谭司令铺路吗？哎，我去年学生游行认识你的时候，我哥还不是上海司令呢，我铺什么路啊我？因为游行是偶遇过，所以你才决定接近我，对吗？你误会我了，我对你都是真心的。我要看书了，请你离开。我告诉你，你冤枉我了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，是你错了。裴伯父，不是，您这是要带我哥去哪儿啊？裴杜鹃，有事好商量嘛，何必动枪啊？说得好，有事好商量。但是谭司令呢，算盘早就打好了，他可压根儿没想跟我裴某人商量。裴伯父，我哥他这个人就是嘴贱，如果他说什么您不高兴，您生气了，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成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谭小姐、穆小姐，请二位移步。我们裴府从来没有对女人动手的习惯。走。哎，你给我起开！你们今天谁也别想带我哥走。我是女人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好了，小四，我是跟裴督军去办正事的，放心吧，没事。正事儿聊，这么多人带枪，这不是价钱没谈拢吗？他们想强卖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小四，你哥办的是正事儿，别添乱。带走，正事带走，放心，很快回来。放心，他有分寸。谭司令，你该不会是把人藏在这儿了吧？督军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让您见笑了。没想到你和领事馆还有关系。关系谈不上，朋友多罢了。你不是在蒙我吧？给。好，谭司令。哥，我明天就让高等审判厅启动重审，并给越城督军府发传票。传徐伯钧马上赴京，配合审查。裴督军放心，人证交给我，绝对不会出岔子。今天酒喝的不尽兴不算啊，等扳倒了徐伯钧，我们再庆功畅饮。好。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原来这男人不仅善变，还反复无常。二哥，你和裴督军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你们刚才还动刀动枪的，这怎么突然间就勾肩搭背了？你们俩这关系还真是扑朔迷离。学着点吧，大人的世界你不懂，大人的世界就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别逗四小姐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办妥了。他答应事成之后不会染指上海。果然你吃准了他的心思，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。不是嫂子，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懂了呀？
是你们俩关系不是不好吗？他怎么跟你妥协了？他拿枪顶着我，就是想找到闵大成，想把利益一个人全部吞掉。那你交了吗？你傻呀！我当然不能交。而且我还把闵大成藏在一个他想带走都带不走的地方。这北京还有裴督军找不着的地方？我不信。就是外国使馆。二哥，你还真是老奸巨猾。但是，我哥这么算计裴督军，这万一他以为我俩是一种人，那我在我未来公爹心目中的形象，不全让你给败坏了吗？什么公爹？事成之后赶紧给我回去，知道吗？回什么回？嫂子，你看我哥他逗我，哎，光老弱妇孺我就占了3样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嫂子，你看他还逗我，逗，找死呢是吧？我没揍你是吧？你等着，那个死丫头！早知道她这样，我就应该把她带在身边。你不知道你刚刚不在的时候，他多担心你。他呀，就是嘴巴硬。婉清，我跟你说，事成之后，如果他不愿意回上海，你要帮我好好劝劝他。总之，他不能留在这儿了。他还让我劝你呢，你们两兄妹闹别扭，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左右为难。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、未婚妻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不会是想要反悔吧？那我可要盖个戳，宣誓一下所有权了。你别闹，这里这么多人被看见了不好。就是让他们看的。你看看这本诉状，这个案子，你们审判厅能审不能审？裴督军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完全没把握的话，那我们审判厅上上下下的法官、秘书，可都有性命之忧啊！真是笑话，这可是在我裴某人的地盘上，你怕徐伯钧怕成这个样子，亏你头上还顶着个大法官的头衔。督军呐，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人证物证俱全，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吗？你若不敢重审，我老裴现在倒是就可以为难为难你。你们审判厅全体同仁的老婆孩子，可全在我裴某人的眼皮子底下生活。刘大法官，是不是我老裴平时对你们太仁慈了？你们只怕徐伯钧，倒不怕我裴勋啊？督军啊，我们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呢！那就乖乖的重审此案，我保你们一家老小平安无虞。好，一切听督军的，该听重审，该听重审。马上就给徐伯钧发传票，叫他上北京配合审讯。怎么事情办得顺利，你还不高兴啊？事情是顺利。我本来想借他的权力扳倒徐伯钧，可是我真没想到，这些法官会对他下跪。我更没想到，这国之公器居然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是啊，这个裴勋未必比徐伯钧好到哪儿去，一丘之貉罢了。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事情，慢慢来，别着急，好吗？
打赢这场仗再说。走吧。喂，帮我接越城督军府。你又来干嘛？你不是怀疑我另有所谋吗？这是我的异业证明。我这次来就没打算回去。如果只是为了跟我哥打官司，我犯得着搭上自己的学业吗？其实这些都是借口，对吗？我能感觉到，你也是喜欢我的。你还是和谭司令回上海吧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，你讨厌我，你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你厌烦的人。你犹豫了，说明你并不讨厌我。你别胡闹了，你跟我在一起不会幸福的。我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幸福。你不懂，这督军府就是个笼子，我在这里尚且有吃难展，你留下来，无非就是陪我坐牢罢了。谁说你有吃难展的？如果你不是督军府的少帅，你怎么可能救下那些学生？那是你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。我知道啊，你父亲抓了那些学生。自从遇见你之后，我就到处打探你的消息，所以北京的报纸我都看过了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既然已经知道，就应该明白，那个救学生于危难的人是我，那个被副帅欺骗，让学生自投罗网的蠢蛋也是我。现在这样，你还想和我在一起吗？你不是蠢货，这件事换了谁都没有你做得好。如果不是你阻止了学生和军警的冲突，如果不是你救下那些学生，那游行当日死亡的学生就不计其数了。所以在我心里，你就是
谢谢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在这都坐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徐伯钧派徐远代为出庭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高等审判庭既然决定重审，他如果拒绝出庭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他自己不来，派个副官来，就算输了官司，也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他为什么要派徐远来？慢点。没事。你想啊，我们现在人证物证俱全，不过徐伯钧肯定是心知肚明，这次翻案肯定是我和裴勋一起想联手搞垮他。如果他什么都不做，那肯定是输定了。如果他以生病为由，拖延开庭的时间，那就能为自己争取到挽回局面的时间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陷自己于被动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其实我早就做好了徐伯钧拒不出庭的准备。这徐家的眼线一路跟着我们。我带裴勋去大使馆找闵大成的时候，我还故意给他们留了破绽。我原本以为这徐伯钧会先设法杀掉闵大成，只要他在使馆区动手，我就能立马抓他个现行。即便徐伯钧拒不出庭，我们也能立刻开庭审理他谋杀证人一案，顺便连带出10年前的旧案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他这么爽快的就派自己的亲信徐远出庭，没道理。除非他派徐远来，就是为了挽回局面。嫂子，你能想象自己在家就跟坐牢一样的感觉吗？又嫌你哥管你太多啊？我没说我哥，我就是在想，这个裴少君，他自己在督军府，就跟坐牢一样，心疼啦。谭小姐，穆小姐，我叫少帅呢，想请你过去一趟。裴少君找我。少帅有些书呢，想给你看看。告诉他，让他等着。行，那我先走，你抓紧。嫂子，这主要是我也没说要找他看书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被我打动了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哎，嫂子，你说这个裴少君，他是不是就在找借口？其实他就是想见我而已。但是我觉得这倒不像是裴公子会做的事情啊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，你一个女孩子家这么晚去也不好。真的啊？你真是我亲嫂子。你呀。裴公子，我们过来拿书，可以进来了吗？进来。裴公子，裴公子，裴公子莫怪，只是实在太晚了，你让桑玉一个姑娘家自己过来，实在不方便，免得人家说闲话。穆小姐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裴公子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你要是想我，你就直说呗，找什么借口啊？谭小姐，我找你来呢，是有件事儿，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
晚了，你们干嘛去啊？谭四，你在这守着。当了上海王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被老婆管着。怎么了？我刚从裴少帅那儿过来，他说裴勋和徐远私下在接触。这么晚了，你去裴少军那儿干嘛？你能不能拎得清啊？这个时候还瞎吃飞醋，万一裴勋把你卖了呢？因为这个呀，裴少军被关禁闭，连他都知道。你男人能不知道？那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万一他们私下勾结，转过来对付你呢？来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徐伯钧不管给裴军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，都不如他自己倒台，对裴家更有利。裴勋之所以跟他暗中接触，不过是为了给我施加压力，逼我让出更大的利益出来。你就这么有自信？你想啊，裴少军现在连门都出不去，如果裴勋不想让他知道，他哪来的消息？还有，徐伯钧和裴勋一起去参加穆家的舞会，不就是为了筹军饷吗？也是啊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准备去找廖先生，通过使馆的关系，在国外的报纸上刊登徐伯钧旧案重审，把消息放出去，造成舆论压力，逼裴勋开庭。不行，你这么和他硬碰硬，万一把他逼急了，他就算扳倒了徐伯钧，也会反过头来对付你。既然他要的是军饷，那咱们就给他军饷。他就算看在钱的面子上，也一定能放咱们回上海。婉清，这不是小数目。不怕，我付得起。你付？哎，你忘了你在百乐门说过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，我来养你啊。你这样，我就真成吃软饭的了。再说，穆伯父能同意吗？现在的穆家我说了算，而且这一次官司，我们肯定会和徐伯钧彻底撕破脸。如果能用钱买来裴勋对穆家的支持，倒也不亏啊。行，那我明天去探探裴勋的口风。不用你去，我去就好。你去？以裴督军大男人的性子，要是你去啊，他肯定锱铢必较。但是我就不一样，我一个姑娘家，他和一个小姑娘斤斤计较，面子上也过不去啊。而且看他对你妹妹的态度，他对待女孩子容易心软。不行，锱铢必较就是锱铢必较，我不同意。怎么就只许你和阔太太打牌跳舞，走走夫人路线，就不允许我搞搞夫人外交啊？我开玩笑的，我不想你去。你现在还不是我穆家的女婿，要是你去，岂不是慷他人之慨？而且我穆婉清现在是穆家的当家人，我总不能像个小媳妇一样，一遇到事就躲到男人身后，那也显得我太没能耐了。但好啦，我肯定会有分寸的。这是督军府的特供烟，徐光耀抽的就是这种。果然，徐伯钧来北京了，就住在悦城会馆。司令，那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？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他跑不了。这几年边境贸易中断，我们穆家商会的北京分号就一直歇业，只留了几个老伙计看场子。但现在不是开放起来了吗？我就想把这商号再重新开起来。而且听说最近黑河口岸几个贸易量都巨大，利润又高，我就想着，反正南方的战事频繁，倒不如把生意做到北方来太平。我还真不知道你们穆府在北京有这么大的产业。 穆小姐，你说有事要与裴某人商量，
是不是就是想在北京开分号啊？我穆家在南方还算有名气，但是到了北方和苏联做跨境贸易，这洋人恐怕不认我们。但是督军就不一样了，您的威名他们自然是知道的，所以我就斗胆请督军做我北京分号的股东。你这个小姑娘，这是要扯大旗做虎皮呀？啊！你倒是跟我讲一讲，我裴某人凭什么给你撑场面？这您1分钱不用出，活我全干。这北京分号的利润，我只拿走20%做人力成本，剩下的呀都归督军您。可这你倒是图什么呀？我只图督军能帮我哥哥陈渊昭选，还我穆家一个公道。明白。不过，你又何必兜这么大一个圈子？要是我穆家直接出钱，别人肯定以为我是贿赂您，那我穆家一介生意人受人诟病倒没什么。要是督军的名声被破坏了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但如果督军能入股商会，那拿红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那别人啊也不好嚼舌根。穆小姐，你倒是考虑的比较周全啊。哎呀，谭司令身边的女人果然是一个赛一个的机灵啊。那我就当督军答应了。别忙，穆小姐，我看你们在北京商号也没几个伙计，人力成本我给你留1%如何呀？没问题，全凭督军安排。穆小姐，冰雪聪明，又仁义厚道。好，那我裴某人就却之不恭了。能和督军合作，是我穆家的荣幸。